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，这个是我师哥告诉我的故事。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他是一位私家侦探，他经手过许多隐秘的案子，像高官失窃案、富商绑架案、明星敲诈案等。不过这个故事不一样，怎么说呢？用师哥的话说，这是他探案史上为数不多的超自然事件，也是少有的让他感到害怕的案子。这起案子的委托人是一个刚刚蹿红的女明星，她在一部大型古装剧中饰演了一个角色古灵精怪，十分讨喜，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不过师哥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却失去了那种活力，戴着一顶宽边的帽子，一副大大的墨镜，摘下了草帽和墨镜，露出了一张很憔悴但是依旧精致美丽的面孔，有些神经质的绞着手指，明显非常焦虑。这个女明星是朋友介绍来的，我们就叫她小姐吧。见到师哥后，她像溺水的人抓到了最后一根稻草，紧紧握着师哥的手，紧张地说：“请您救救我，有东西要杀我。”师哥注意到他用了东西这个词，而不是人或者鬼，显然说明他自己也拿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师哥见他太紧张，给他倒了一杯热咖啡，他慢慢喝完，脸上终于有了一些红晕。他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，说：“先生，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”师哥摇摇头，关于鬼杀人的案子，我们也接触过许多，不过实话实说，追查到最后，发现全是有人在背后捣鬼。实际上就在半个月前，我才刚刚侦破了一起大学鬼魂杀人案件，就在北京东燕郊的大学城。请相信我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鬼魂，都是人在作恶。没想到小姐却坚决地摇摇头。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相信了，因为我亲眼见到了。师哥露出了专注的神情，你是说你见到了鬼？小姐点点头，是的，我亲眼见到了他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他说：“你可能听过我的名字，我叫 X， 算是一个艺人。其实我进入娱乐圈纯属偶然，可以说是巧合。那是在去年年底，我还在广院念书，学校组织我们去一个综艺节目做观众。那期节目是采访一个影视公司大腕，人挺和蔼的。后来征集现场观众说愿望，我就说希望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。可能那个大腕觉得我比较傻吧，就让我去他们影视公司实习了。影视这个行业特别浮躁，其实大家都差不多。”但有的人就是突然火了，有的人则一辈子默默无闻，很奇怪。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副导演的电话，让我马上赶去广东某一个地方，说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拍戏，还不是临时演员，是女二号。说实话，接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整个人都要疯掉了。我一个从来没有演过戏的人，就让我去演女二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但是副导演那边再三肯定，说早就看出来我有天分，也是那个影视大腕打的招呼，所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好好把握。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让我饰演这个角色，因为片场发生了一系列闹鬼事件，女二号已经换了好几个了，一个死掉了，一个吓疯了，还有一个自己连夜跑掉了。发生了这种事情，当然不好对外宣扬，怕影响片子后期发售，而公司的备用女演员都用的差不多了，而且大部分演员都知道这事了，换谁也不好，只好随便找一个傻瓜先顶上了。是的，我就是那个傻瓜，也是那个替死鬼。我们拍戏的那个地方鬼气森森的，好多拍鬼片的都会在那里取景。我当时虽然害怕，但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吧。虽然也经历了许多可怕的灵异事件，但是还是凭着一股勇气拍摄完了这部戏。这时师哥打断了他：“对不起 X 小姐，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。”X 小姐点点头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您请问吧。”师哥问：“你在剧组遇到了什么灵异事件？” X 小姐眼神中流露出了恐惧的神情，有很多。譬如我们拍戏时电压突然不稳定，电灯一闪一闪的，非常吓人。还有一次拍摄室内戏，屋子里有一个很重的复古式的吊灯，足足有几十斤。我需要拍摄的那个场景本来应该站在吊灯下，但是走到一半时，我的高跟鞋跟突然断掉了，摔倒在地上，接着那个吊灯就猛然掉在了地上。如果不是我运气好，鞋跟断掉，那吊灯就正好砸在我身上了。师哥点点头，那么有没有发生过其他事情？就是不针对你，针对其他人的呢？他点点头，也有的。有一次我们还集体中毒了，后来说是厨师采购的西红柿刚打过剧毒农药，没有洗干净就做菜了。还有一次男二号在拍摄一场打斗戏时，意外发现他手里拿的道具匕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换成了真匕首，差点酿出大祸。师哥点点头，很好，我没什么问题了，请您继续说吧。他点点头，继续说，虽然压力很大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终于还是顺利杀青了。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我之前说过，我其实算是半路出家的艺人，以前根本没打算走这条路，
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名，甚至成为明星。但是那部戏之后，我确实有了一些名气，也有了自己的粉丝后援会，这本来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人来说，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并没有经纪人，其实公司也给我派了助理，但是我没有接受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平凡人，只是偶然拍了一部戏，有了一点小名气。等热度下来后，我还是那个我，并不会改变什么，所以还是坚持做一个普通人。但是随着粉丝越来越多，我的生活也受到了打扰，所以我从一直和别人合租的房子里退了出来，搬到了另外一所房子里，这也成为了我噩梦的开始。我住的那个小区叫 X 城，在百子湾附近，好多刚出道的艺人都会选择住在那里，因为那里租金不高，地段还不错，去影视公司或者拍戏都比较方便。但是那个小区也被称为艺人自杀圣地，因为刚出道的小女孩心理承受能力有限，又经常出现各种感情纠葛，所以一时间想不开，往往就走上了极端道路，有割脉的，也有跳楼的，还有凶杀的，反正常常传出来各种事件。我当时羞于让同学知道自己做了艺人，总觉得这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，又没有助理经纪人，所以就租了一间比较小的房子。没想到自从我搬到那里后，就频频出现怪事，确切的说就是闹鬼。师哥礼貌地打断他，能否详细说一说呢？他说我搬进去的第一天就听见有人在隔壁唱歌，后来就哭了一整夜，我被吵得睡不着，就打电话给物业投诉，结果物业跟我说那个房子根本没有人住，已经空了大半年了。我回到公司后找人查了查，发现隔壁那间房子原来也住了刚出道的艺人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割脉了。我当时哪敢再住，当时赔了2个月的房租，连夜搬了家。结果才发现闹鬼的并不是在房子上，而是在我身上，我走到哪里就会闹鬼，而且越演越烈。说到这儿，他的情绪开始紧张激动地说，先生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看看我的黑眼圈，我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。师哥问，在其他地方也睡不着吗？他摇摇头，用一种压抑的恐惧的声音说，先生，我现在根本不敢闭眼，只要我一闭眼，他就会在我耳边说话。师哥问他说什么，他用一种梦呓一般的声音说，妈妈，我好饿。说了一遍之后，他又说了几遍，声音越来越古怪，而且他的眼睛开始闭上，但是眼皮又拼命抖动，像是遇到了梦魇，却又挣扎不出来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声音稚嫩而纤细，真像一个婴儿在和母亲亲昵，而且他脸上洋溢着天真而稚气的微笑，在那喃喃自语，像在和妈妈撒娇。突然他又急促地说了一句，妈妈，我好饿。接着他脱下外衣，露出白皙的肩膀，慢慢欣赏了一下，然后狠狠咬了一下，牙齿深深刺入肉里，一缕鲜血顺着白皙的肌肤流淌下来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。然后他露出了一种迷恋的神情，用嘴接住伤口，开始慢慢吮吸起自己的鲜血。后来据师哥回忆，他这一辈子经历过许多诡异案件，但是唯独这一次真的让他感到了害怕，因为这一次他觉得他真的在面对一个恶鬼。在他觉得女明星不对劲要喊醒他时，手还没接触到女明星，他却猛然直起了身子，依旧紧闭着双眼，却用一种怪异的僵硬的男人腔调冷冷说了一句话，你救不了他。原本在沙发上慵懒睡着的加菲猫突然睁开了眼，朝着他低吼了起来，像是面临着什么威胁。师哥和他对视着，冷静地问他，你是谁？那个人冷冷地说，派吞南府。师哥突然问派吞，你想杀了你妈妈吗？那个人突然一愣，眼神渐渐温暖了，温柔地说，不，我要好好保护他，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师哥说，可是你正在杀他。那个人缓缓转过身，用一种非常僵硬的姿势慢慢站了起来，死死地盯着师哥，用一种没有任何感情的语调说了最后一句话，我是在拯救他。这时沙发上肥胖的加菲猫一跃而起，朝着他恶狠狠扑了过去。不过很遗憾，这只猫实在太胖了，他错误判断了自己身体的矫健度，还没到地方就摔倒在了地上。师哥顺手拎起一把棒球棒上去，给了他脑袋一下，把他敲晕了。然后他抱起那只肥猫蜗牛，你这次真的要减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小姐终于醒来了，她睁开眼，迷茫的眼神很快露出了警惕的神色。她迅速检查了自己的衣服，接着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终于回想起来了一切，抱歉地说，抱歉，我竟然睡着了，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。师哥说，刚才你并不是昏倒了，而是有一个人占据了你的意识。X 小姐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她猛地站了起来，你们也看到他了？师哥示意她不用惊慌，让她坐下，能说说他吗？X 小姐脸色很难看，她双手紧紧捂着脸，像是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，过了好久，
才重新抬起头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既然你已经看见了，我也不想隐瞒什么了。就像我开始说的这个，他是一个恶鬼，就是他要杀我。他一把扯开了衣服，露出了左边的肩膀，白玉一般的肩膀上伤痕累累，上面全是一道道深深的牙印，这些就是他留下的。师哥镇定地问，这些伤口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你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？艾克姑娘说，我看过心理医生，他们告诉我，我有可能是人格分裂，也就是双重人格，某些狂躁型的分裂人格会在极端的情况下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师哥问，那你是吗？他摇摇头，我请教了专家，自己也研究过相关著作。人格分裂大多是在童年时受到过强烈刺激。我的家庭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父母恩爱，家庭和谐。我确定在我的人生中没发生过这种事情。师哥点点头，那么你又做了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找了好多高人，毕竟我们那个圈子大家还都挺信这个的。那些高人都说我是撞邪了，但是邪灵力量太大，他们都处理不了，有的给我请了一些仙，有的给画了符，都没啥用。直到后来，师哥目光如电，后来怎么样？他犹豫了一下，说我后来托人找了个高人，这个高人一看见我就捂住了眼睛，说是太亮了，亮得扎眼，后来他就疼得满地打滚，捂住眼睛的手指缝里都往外冒血，把我给吓坏了。就在我吓得要走的时候，那个人猛然站了起来，对我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一下子把我吓住了，因为这句话我在梦中听过好多次。师哥问什么话？他像梦呓一般悠悠地说了一句，现在我要吃你了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天空上猛然划过一道闪电，接着一个炸雷狠狠打了过来，更可怕的是，几乎与此同时，屋子里的灯管剧烈闪烁了几下，猛然熄灭，陷入到了空前的黑暗中。X 小姐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，是他，一定是他，他来了。师哥则用他一成不变的镇静声音说，仅仅是跳闸了，好在我还有备用蜡烛。师哥迅速点着了蜡烛。X 小姐非常紧张，她的面色死一样苍白，眼神透露着无穷的恐惧。师哥双手扶着 X 小姐的肩膀，用一种无比镇定的声音说， X 小姐，你完全不用怕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那个东西它绝对不会过来的。他指了指沙发上酣睡的几只大肥猫，你没看见吗？我这里有这个世界上最辟邪的生物。 X 小姐死死看着他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师哥觉得他要被附身了，随时可能暴起发难，或者一把掐住师哥的脖子，或者攻击他身上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他还是那样毫无防备地看着他，没有丝毫防御的动作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也许只有几分钟，却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。终于 X 小姐的眼神渐渐平静下来，她低声说，猫。师哥点点头，民间是用黑狗血辟邪，其实最辟邪的还是猫。 X 小姐还是半信半疑，但是心态显然已经比刚才好了许多。她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沙发上的猫咪，低声问，我要怎么向他们祈祷呢？这只白猫行吗？师哥说，这只恐怕不行，它不太近女色。这只吧，这只叫蜗牛，它刚好在发情。师哥却毫不在意，说，你要走近它，对着他在心里默念，伟大的喵星人，全宇宙最英俊的蜗牛帝，请您帮助一下您最虔诚的铲屎官吧。 X 小姐走进蜗牛，闭上了眼，小声说着什么，显然是在小声祈祷。随着她的祷告，蜗牛猛然张开了眼睛，接着站了起来，使劲抖了抖毛，接着朝 X 小姐狠狠扑了过去，仿佛她身上真的有邪灵存在。 X 小姐明显也吓了一跳，身子躲避了一下，蜗牛擦着她的身子跃了过去，又迅速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狠狠扑过去，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，在屋子里对着空气左扑右闪，又叫又抓，仿佛这屋子里真的存在着一个人类看不到的邪灵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蜗牛才扑打完毕，像是把那个邪灵终于给驱赶走了，才心满意足的回来了。 X 小姐兴奋地把他抱了起来，拼命感谢他，几乎要给他跪下了。但是他感谢后又看了看时间，然后露出了一种古怪的神色，拒绝了师哥的挽留，匆匆忙忙地回去了。那个晚上，师哥一遍遍回想着他当时狰狞的表情，怪异的话语，一夜未眠。他第一次相信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有一些不能解释的事情。后来我问师哥，这个案子如此邪门，有没有考虑过放弃？他摇摇头，我不能拒绝这样一个弱女子的委托，虽然这个案子如此诡异，如果我放弃，他就会被那个肮脏邪恶的东西一步步拖死，拖到地狱深处，拖到最暗无天日的角落。既然他向我求助，那么我发誓一定要用尽全力保护他，不论那个肮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，是地狱深处跑出来的恶鬼，还是最恶毒阴险的罪犯，我都会尽我所能把他送回他应该去的地方，处死方休。说这段话的时候，北京城里暴雨倾盆，狂风怒吼，师哥毫不畏惧地站在窗前，藐视着窗外灾难般的气象。
身影仿佛大理石一般坚毅。第二天，师哥就带着助理小六开始了调查。出发前，小六坚持要带着蜗牛先生，因为他昨天有力地击退了邪灵，保护了 X 小姐。师哥拉开了一个抽屉，拿出来一个小东西，这个是猫薄荷。猫薄荷能让猫兴奋，猫咪吸入这个后会和幻想中的敌人战斗，所以昨天在找蜡烛时，我在空气中喷了一些，要不然他是不敢睡觉的。况且蜗牛先生正在发情，正处于极端好战的年龄，有个美女在他只会表现得更加强大。他看了看小六，问：“和你现在差不多。”他们先去了 X 小姐第一次租住的房子，敲了敲门，房屋果然是空的。他们去了最近的一家房产中介，说要买房，然后大概说了一下 X 小姐那个房子的面积、楼层，大概朝向。很快中介公司就翻出了那套房子。师哥提出想尽快看看房子，以及问了问房主的情况，想看看这人是不是好说话，价钱能不能压下来。中介小王拍着胸脯说，其他的不敢说，这户人家在价钱上绝对好说。这个房主是个女的，据说也是个小明星，根本不在乎钱，就是想尽快出手，价钱什么的都好说。您看他连钥匙都放在我们这里了。师哥大手一挥，那就先看看吧。小王很快打开了房子大门，一开就有一股阴森森的风吹了过来，感觉屋里的温度明显要比外面低好几度，让我不禁打了个寒噤。师哥蹲下身体看了看门缝，散落了几颗生米粒，以及桌子上一截明显的香灰。师哥没说什么，进屋又仔细看了看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接下来师哥假装是记者要采访这个明星，给经纪公司打了几个电话，又让小六混进了明星的粉丝后援会。很快了解到了这个明星的情况。这个明星非常奇怪，原本他就是影视公司的实习生，或者再直接一些，就是一个打杂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演了女二。更要命的是，观众特别喜欢他，女二的人气甚至比女一还要高，蹿红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可思议。而且他很神秘，他不要助理，也不和别人在一起，即便住酒店都要和别人分开，要自己单独住一个酒店。关于他的谣言也很多，有人说他其实被那个赏识他的大腕给包了，所以大腕才会让他演女二，后来那么火，也是因为权色交易。还有人说他拥有很霸道的家世背景，要不然怎么可能突然蹿红？也许是因为他身上笼罩的这些神秘光环，反而让他更加火了。师哥又继续追查了几天，去了几个稀奇古怪的地方，有专门卖南洋物品的黑市，有潘家园的古董店，甚至还有一次去了一家寺院。做完这些后，他让小六也不要再追查了，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。小六很吃惊，他很迷恋这个女明星，很希望能获得她的签名照，所以干活非常卖力。但是看到师哥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他又没办法拒绝。这次的谜底揭晓，师哥并没有故弄玄虚，他只是在一个普通的下午，把那个女明星再一次邀请到了家里。这一次他的态度明显很冷淡了，他只是淡淡的说，名气再大也不值得用命换，你那个东西不是正经东西，是南洋的邪物。潘家园的小胖说了，你姐妹找他时说过，是给一个仇家用的，越邪越好。他是嫉妒你抢了他的女儿，他为什么会害你？相信你自己心里也有数。X 小姐心里咯噔一下，惊讶地看着师哥。师哥点点头，你们之间的事情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你来委托我救命，我就救你的命。把他送回去吧，送到寺院或者道观都行。要是你不敢去，我可以让小六帮你送过去。X 小姐一连哀求，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师哥点点头，不送走他你活不过今年。X 小姐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我开始是想火，后来也是真有了感情。都说这个东西邪，但是我还是不忍心。她哭得泣不成声。不过师哥这次并没有安慰她，他简单和小六说了几句，让他待会儿陪 X 小姐去一下寺院，自己就进屋了，并关上了门。小六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个任务，不过他注定要失望了。X 小姐只是摘下了脖子上挂的一个饰品，交给了他，然后自己坐上车走了。小六一脸郁闷，大热天的又跑了一次寺院，将这个东西交给了认识的僧人，赶紧跑了回来。他有些不明白师哥为何对这个女明星那么冷淡。回到家后，师哥正在喂猫，蜗牛先生翘着尾巴走过来走过去，师哥几句话就讲清楚了。他说，小六你就跟蜗牛先生一样，处于发情期，看到美女就想扑上去，所以他说什么就信什么，他说的话全都是假的。稍微有一些常识就会知道，一个实习生或者说是个打杂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就成了女二呢？而且我也调查了，他们拍摄的剧组根本没发生过什么诡异事件，更不存在女二死掉以及发疯的事情。关于她如何上位成为女二，倒是有一些很不雅的说法。小六不明白了，那她身上的伤痕又是怎么回事？老撞鬼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不是别人在害她吗？师哥点点头，
确实有人害她，但是这也是她自作自受。这个姑娘是想火想疯了，我相信她根本不是无意去的影视公司，而是处心积虑，早就了解到了那个大腕的性格，才装傻进了他的公司。进了公司后，他发现机会太少了，自己一个行政人员根本不可能成功，就开始搞歪门邪道，送钱送人，抹黑别人，费尽了心思才获得了这个机会。然后别人报复他也是理所应当。小刘问：这么说还是有人报复他？师哥说：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他问你听说过养小鬼吗？师哥解释，其实好多明星以及捞偏门的，像赌徒都偷偷养小鬼。在东南亚有种东西叫做古曼童，这是用夭折的孩子的骨灰混合了花粉、药材等，塑造成佛像、佛牌等，供奉在寺院里，让他们接受香火，早日投胎。有些信徒为了提高运势，就会将这个请回家，供奉在家里，每天烧香借它来提高运势。但是这东西很邪门，有些邪僧为了提高法力，会弄死一些孩子，用满含怨气的孩子骨灰做成小鬼，封印在佛牌或者佛像里给人供奉。这种邪童需要用人血来喂养他们，法力高强，可以让你财源滚滚，但是最终命会被他拿走。有些疯了的人，像是输红眼的赌徒，或者想成名想疯了的艺人，有的就会信奉这个。有些明星突然蹿火，火得一塌糊涂，当然没过多久就传出他各种匪夷所思的言论事件，最后甚至闹到自杀身亡，非常凄惨。我们不能说都是这样，但是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是养小鬼被反噬的。这个 X 小姐就是养了这样一尊邪童，她是经朋友介绍，让潘家园一个叫小胖的店主给她弄的。介绍她去的那个朋友，就是被她顶替了女儿的那个人，而她所谓的闹鬼的房子，根本就是她自己的，也是她以前养小鬼的地方。你还记得门口的生米以及香灰吗？那就是养小鬼的两大标志。还有养小鬼的人有很多禁忌，像他住酒店都不和别人住一起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师哥最后总结：小六，你看，女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生物啊！你还是好好品尝单身的快乐吧。